人性致他毒。然而，无论网友们如何猜测，媒体们如何报道，由于失去了切实有效的证物，警方没有任何理由能逮捕孙维，检察院和法院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给孙维定罪。这个案件非常无奈地成为了一桩悬案。这是一场非常巨大的悲剧，在高智商的人群中间，有人出于私利满怀恶意，利用了朱令的信任，通过精心谋划，想要毁掉一个正值花季的女孩和她的一生。朱令的才华、青春和生命之美，以及他的抱负和梦想，瞬间化为泡影。虽然公共权力系统因为没有证据不能给孙维定罪，但是从2006年至今，有无数名网友出于对朱令的同情和关怀，收集各路信息，试图分析当年的真相。大吕也想试图分析一下，孙维究竟是不是这场人间惨剧的编剧和执行人。我们先来看看孙维当年是如何自证清白的。他的角度一共有2点，其一是自己并不是当年唯一能够接触到他研的学生，实验室里的其他人也可以合法接触他溶液。其二，孙维让自己并非清华大学学生的哥哥去学校实验室里的有毒试剂，试图证明其他不能合法接触到他溶液的人，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拿到他溶液。首先说第一点，当然能够合法接触到他溶液的并不是只有孙维一个人，但是当年警方也都针对实验室里的其他人展开过调查，结果是除了孙维外，实验室里的其他研究人员完全和朱令没有交集，他们不可能拿着他溶液去给一个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下毒好几次吧。第一条论点完全没有意义。而第二点呢，曾经有人也质疑过了，如果是一个不是化学系的外人要去偷有毒物品的话，他会拿什么呢？肯定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毒药，比如氰化钾之类的，但是这样的话必须要在实验室中找很久，为了快速作案，大多数人应该会像孙维的哥哥一样，随便挑一瓶有骷髅头标记的有毒药品，在这种情况下，拿到的溶液是他毒的可能性几乎为0。化学系有这么多的有毒物品，为什么偏偏拿它呢？因为他盐无色无味，下毒不容易被发现，由此可见，拿的人应该对他盐的性质非常了解。那个年代对他盐非常了解的人很少。据朱令的同班同学回忆，1994年春天，朱令大2下学期，一位老师在给他们上分析化学课时，向物化2班的同学介绍了它的毒性，并且在课上提到了一个故事。60年代清华曾发生过一次他中毒的事故，一位同学在打扫一个闲置很久的通风管道时吸入了少量他的氧化物，当晚就中毒身亡。当时这位老师只是为了提醒学生在实验室工作时要注意安全防护，对于他中毒的具体症状并没有介绍，可能他也并不是很了解。连一个清华化学系的老师对他盐的了解都很有限，就更不要说其他人了。而孙维呢，他既在这节课上学到了他盐是剧毒物，又在后期进入实验室实习的时候了解了他盐无色无味的性质，并且能够合理合法的接触到他盐，不用冒险去偷，显然嫌疑最大。不过以方某某为首的支持孙维的一方则提出了新的可能性。方等人认为孙维本人不会选择用他溶液投毒，因为人人皆知孙维是班里唯一一个可以合法接触到他的人，他不会傻到让警方把他当成第一嫌疑对象，反而有可能是某个知道孙维是唯一一个能合法接触他的同学，为了栽赃嫁祸，让孙维当替罪羊，才故意在众多有毒物质中选择了他盐。这个说法乍一听很合理，但仔细分析之后就会觉得不太可能。首先，这个人要熟知他盐的毒性和属性，并且有能够拿到他盐的途径和渠道。如果他和朱令孙维同班，在上课的时候自然也听过他的毒性，但是他怎么知道去哪能拿到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跟孙维很熟，他从孙维那儿听说他们的实验室里恰好有他毒，于是打听到实验室的位置和人员作息，然后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用紧迫有限的时间快速找到哪个是他溶液，还要装好带走。这个难度无疑是很大的，在这样的难度下，如果他依然要选择他毒，那说明他不仅恨朱令，同样也非常恨孙维，不惜选择最麻烦的方式，也要将投毒的罪名栽赃给孙维。但是我们再想想，如果孙维身边真的有这么一个人这么做，孙维应该早就有自己的怀疑对象了。他在1995年就应该好好想想，自己在什么场合跟谁说过自己的实验室里有他，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很多。如果真的有人这么恨他，想嫁祸给他的话，他应该早就在给自己的辩护声明中提出过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一看关系到最后给孙维定罪的最重要的一次事件，也就是宿舍失窃。
证物丢失的案件。关于这次事件的讨论，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外来人员入室行窃，想伪造成是朱令的室友作案；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朱令的室友行窃，想将现场伪造成外人入室盗窃。在刚确认朱令是被投毒之后，朱令的亲属曾经向校方提出过把宿舍封起来，先让室友们都转移到其他宿舍。但是这个时候，清华保卫科干了一件很离谱的事儿，他们不仅没报警，反而给朱令宿舍的室友们打电话，说现在朱令确诊了，他中毒，请你们把朱令的东西保管好。化学系也对朱令家属说，没必要这样，因为他们班的女生当时安排了5·1去春游，没有人在宿舍。可是到5月7号，朱令父母去做笔录的时候，警察告诉他们，朱令有些东西被偷了，他们判断是失窃案，但是没有提到具体原因。朱令的舅妈当时也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她后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朱令的家属一直等到5·1假期之后才接到派出所的通知，让他们去派出所做笔录。做笔录的时候，警察告诉朱令的家属，宿舍发生了盗窃，但是目的应该不是偷钱，因为地上散落着许多钱，夹在书里或藏在其他隐蔽地方的钱也都没有丢，唯一丢了的就是朱令之前用过的一些生活用品。回到之前有分歧的两个观点，如果凶手是宿舍之外的人，他之前给朱令投毒，在得知了朱令已经确诊的消息之后，想趁着宿舍其他人不再偷偷进入朱令的宿舍销毁自己的作案证据，这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凶手这么处心积虑的想要用他下毒，目的就是想让唯一能够合法接触他的孙维成为第一嫌疑人，那他不会想要去销毁宿舍里的证据，因为只有他在宿舍被发现，他才能彻底栽赃孙维。而且让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我们回到宿舍之后，发现自己宿舍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我们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进贼了呀！但实际上，凶手并却没有偷走任何值钱的东西，这是不是正符合室友作案，却伪造成外人呢？可能会有人产生疑问，如果是室友作案的话，为什么他不偷偷换掉宿舍里的朱令的东西，而是要偷走呢？或者他为什么不做得更完美一点，也偷走其他几个室友的钱，将现场彻底伪造成谋财盗窃呢？第一点很容易解释，在当年那个没有网络，更没有网购的年代，想要将其他人的生活用品全都替换成完全一模一样的非常麻烦，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当时情况紧急，凶手肯定没有时间去尝试，只能是单纯的伪造成失窃。而第二个问题比较复杂，大吕认为是因为凶手不想引起其他室友的怀疑，失去其他室友的信任，他还需要其他室友的帮助，让自己彻底洗脱嫌疑，因此才没有这么做。这也符合后来其他2个室友在面对警方的讯问时表示孙维人品很好，而且在后来孙维发声明的时候努力帮孙维洗白的情况。那当时孙维本人知道自己成为了怀疑对象吗？他知道在朱令家属在朱令确诊他中毒后立即报案的情况吗？孙维自己否认了这一点，他10年后在天涯论坛发表的声明中为自己辩解过，他说自己当时只是和其他同学一样，被找去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而此后2年公安部门没有再找过他。孙维和朱令的舍友金某也曾经发表文章表示，孙维从立案到1997年突然被公安叫走之前，从未被关押过。但贝志成后来曾在天涯中发文说，公安的朋友告诉他，1995年年底之前，孙维是唯一嫌疑人。1995年下半年，警方已经明确将目标锁定为孙维，只是因为缺乏证据，又迫于一些其他的压力，当时并没有将孙维关押审讯。双方的言论并不一致，而且都是一面之词，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到底谁是谁非。但是在1995年10月，也就是立案侦查半年后，警方曾说过，案件现在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也差不多是在同时，清华大学派出所也对朱令父母说，有对象，但是要等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无论孙维本人知不知情，这些话无疑都说明了，当时警方基本已经锁定了嫌疑人为孙维，那为什么还要等上面批准呢？这些用词似乎都在暗示他们锁定的嫌疑人有深厚的背景。这就要说到孙维的爷爷了。孙维的爷爷孙老先生是一位老革命家，曾经担任民主党派副主席，参加过5·4运动，并且是中国工矿泰斗、中国能源工业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在国内有着很高的声望。当年孙老先生已经是103岁的高龄了，也就是同年12月，孙老先生去世。
那有没有可能是孙老先生在临终前向领导人求情，才会出现上文所说的警方受到一些压力，未将孙维关押审讯呢？如果像孙维和金某说的那样，孙维并不知道自己在当时已经成为警方怀疑的对象，也并没有被调查，那他自然不可能让100多岁高龄的爷爷去为他求情。就算孙维在这件事上没有说谎，那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警察没有直接告诉孙维本人他已经成为唯一嫌疑人，但是孙维的家里人已经通过其他的手段知道了孙维是嫌疑人，于是出手干预。因为警察之前去地震局调查过朱令父亲和孙维父亲之间的矛盾，但是朱令的父亲并不知情，他是通过其他方式才知道这件事的。那孙维的父亲当然也有可能是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了自己的女儿正在因为涉案被调查。更关键的一个证据是朱令父亲吴承之后来面对采访时说的话，这也是为什么朱令的家属都明确知道了孙维是凶手的原因。吴承之对记者说，1997年3月，他们曾经给公安局局长写过一封信，催促公安部门在朱令同一届的学生毕业前完成侦破，但是写这封信具体的时间他们从来没向外人透露过，就算是和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说起来，肯定也是简单的一笔带过，甚至连他们自己都忘了是什么时候发出的这封信。但是在10年后，孙维发表的声明中提到了当时吴承之这封信件发出的具体时间，这说明当时孙维家里肯定有渠道能获得与朱令的家属相关的确切信息，这不得不让人怀疑。9. 公道在人心。想必写到现在，大家对这场案件的看法也已经自有定论。大吕在此并不是支持各位去对一件没有经受过法律判断的案件进行自我裁决和个人审判，只是想用自己能够掌握的事实和对这些事实浅显的分析，让大家尽可能的了解整场案件的全貌，看清整件事情的真相。虽然我查到的信息并不完整，分析的也不够严谨，但是我还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朱令遭遇的痛苦被更多人知道。用朱令的清华校友张丽丽的话说，这本身就是在抗争，也在提醒大家不要遗忘。大吕本来想用最后一点篇幅来解释一下凶手行凶背后的作案动机，但是因为在创作这期视频的过程中传来了朱令已经去世的消息，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动机已经没有这么重要了。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会发生类似朱令这样的案件，也总有凶手会通过各种手段躲过法律的制裁，让一个个悲惨的受害人没有任何可以申冤的方式。无论我们怎么做，也不可能替他们讨回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公道，只能通过自己的方式纪念他们。优秀这2个字已经不足以形容朱令。从能看到的同学描述来看，大吕认为不凡这个词更适合他。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应该也会遇到这样特别聪明还有悟性的人吧，这些人无论文科、理科、体育、艺术，任何一项只要他做了，都能做到顶尖。朱令当年高考凭高分考进清华大学化学系，古琴演奏水平高超，还是国家2级游泳运动员。虽然他似乎没花什么时间在学习上，但是他的各项考试成绩依然名列前茅。他因为课余活动丰富，有的时候没有准备去做实验，也让其他有准备的同学自叹不如。甚至在他第1次中毒后，只能在家自学的情况下，他回学校补考的成绩还是比很多同学高很多。有男同学曾经评价朱令说，他的美是自外及内的，是全方位的，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完美的人。朱令也曾经是班里男生卧谈话题中被谈及次数最多的女生，还有男同学在看过王菲的照片后，说她长得像王菲。但是这样一位优秀到完美的女生，却经历了这么惨痛的遭遇，忍受了30年的折磨，不知道这么仓促的离去对她来说究竟是痛苦，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解脱。我们作为旁观者，只能祈祷她在另一个世界中安息。朱令的父母如今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了，在这近30年来，他们最主要的行动就是在医院照顾病床上的朱令，尤其是在最近10年里，朱令的状态每况愈下，2位耄耋老人的生活几乎全都围绕着朱令的时间表，日复一日，一成不变。他们再也没有回过自己北京方庄的家。用吴承之的话说，令令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吴承之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以前那么结实了。2020年，他在老年医院体检的时候发现右肾上长了一个大囊肿，医生建议他把右肾切掉。后来吴承之带着病历来到了友谊医院后，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于是他自己也就没再管过。他觉得能不做手术就尽量不做，因为担心手术失败。
两个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朱令活着，有人能照顾他，所以他们不敢接受任何可能有风险的治疗。经历了这么久的时间，现在再谈起当年的事儿，朱令父母不再愤怒、沉重，也没有悲伤。吴承之只是淡淡的说：“事情捅到头了，已经是这个结果了，还有什么办法？能做的努力，他们已经做了30年，不断接受媒体采访，去信访部门上访，给最高法院写信，甚至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当年，吴承之的老领导、国家地震局前局长、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陈先生，联合20几名政协委员递交联名提案，重提朱令案件，要求信息公开。但最终，公安部门还是以直接证据不足、侦查难度太大为由，经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结办此案。”提到孙维的时候，吴承之也很淡然地对记者说：“这些年，估计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吧。”朱明心相较而言还是有一些情绪波动，他偶尔会抱怨2句朱令的性格，说他没心没肺。第2次中毒的时候躺在宿舍，人家打来的水就喝，也不管人家高不高兴，好像没长那根弦。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悲剧才会发生在他身上吧。朱明心之前对记者说，他有2个心愿：真凶归案和朱令康复。对于前者，他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至于后者，在经历了朱令一次次病危之后，他只希望送走他的时候，朱令能少一点痛苦。在经历了30年的无奈之后，这唯一剩下的心愿让人心酸。现在朱令去世了，这唯一的心愿应该已经实现了，但是失去了最后一丝希望的支撑，不知道朱令父母会是怎样的状态。20多年来，照顾朱令是推动他们继续向前唯一的动力。朱令是2个老人人生的全部寄托。用朱明心的话说，朱令是在用生命陪伴着他们。他坚持着用他微弱的生命陪伴了父母30年。如今朱令已经不在了，他的生命之火熄灭了，但是大吕相信他的精神之火会在大家的心中继续燃烧着。一直帮助他的同学贝志成，也就是一毛不拔大师，知道朱令去世后，在播客上说：“我很想知道这些年每周去探望朱令的是什么人，他们自己有过什么人生经历，他们年轻时是理想主义者吗？不是从简单的好人好事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当所有人都知道正义不回来了，积极的抗争是无效的。近5、6年帮助朱令的人是有一种宗教感的，他们在维系一种道德，这种道德对他们自己来说或许也极其重要。”大吕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朱令这个美丽的清华才女，没法用自己的生命继续陪伴身边的人，但是她依然能用自己的故事和经历，将一些东西留存下来，传递给更多的人。他的故事不仅仅是让大家相信生的希望，相信活着的力量，相信真相和正义永远是人们的追求。